团上房揭瓦哦，团团想去那里晒太阳。叶晨顺着他的小手指一看，那是房顶。晨气，上来帮忙。快给我放下来呢！你不要耽误本团团上房揭瓦哦。晨气抱着娃飞身上屋顶，叶晨也踩着梯子慢慢走到房顶上来。我得回一趟家，下午兵部的事情有点多，我爹找不到我人，又要摔茶杯了。大哥哥，你什么时候搬到王府，和我们一起住啊？可能要等几天。为什么呀？团团后面那间房子白白都已经叫人打扫过了，大哥哥今天就可以搬进来哦。因为还有些事情没忙完呢。是什么事情呀？团团可以帮忙吗？那件事情只有我自己能做。咦，到底是什么事情呀？为什么团团不可以帮忙？团团，我可不可以不说？可以呀，但是大哥哥不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要认真回答团团的下一个问题喽。大哥哥不可以连续2次糊弄团团哦。好，我答应。那大哥哥的愿望是什么呀？我好像没什么愿望。咦，仔仔，这不对哦。既然系统给出了实现愿望的任务，那就说明叶晨是有心愿的，只是他可能不愿意说，或者没有意识到。大哥哥，你是不是忘记了你的愿望呀？小时候的确有过不切实际的愿望，那个时候父王还没有被封王，母亲也没有身患恶疾。那个时候叶晨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和母亲不像其他人的父亲和母亲一样相亲相爱。叶晨每从上书房下学回来，都要在门口短暂的纠结，到底是去九王子府还是去左相府。所以在我6岁那年，我的愿望是父亲和母亲能和其他人的父母一样和谐相处，这样每日的上书房散学，我就不必受那选择的煎熬。你大哥哥的母亲是毒姨姨，已经死了，所以大哥哥的愿望是让爹爹和毒姨姨住在一起吗？是的。不可以，毒姨姨那么坏，团团不会允许毒姨姨靠近爹爹的，不管她是活的毒姨姨还是死的毒姨姨，绝对不可以。这任务团团不做了。不行啊，仔仔，任务不做的话会被扣除200积分的呀。那就扣，谁爱做谁做去，反正团团要保护爹爹。可是仔仔，你只有95积分了，要是扣掉200积分的话，就会变成负105积分，是会被连人带桶给抹杀的。什么？团团会消失吗？可是，仔仔，现在要继续做任务了吧？大哥哥，仔仔，快说，你可以帮他实现愿望。哥哥，团团觉得你可以改一下你的愿望。是什么？这就是女帝的霸气吗？任务可以做，但要求改。大哥哥，你看哦，团团喜欢兔兔，团团也喜欢芝麻丸，可是团团不会要求兔兔也喜欢芝麻丸，因为兔兔会把芝麻丸吃掉。叶晨点点头，这道理他是在7岁之后才懂的，而
而叶团团呢，3岁便懂了。你说的对，我改。那大哥哥的新愿望是什么呀？我真的没有需要团团帮我完成的愿望。不好了不好了，叶善在广林街那边把广林街的药铺老板吊起来打，都要出人命了。成哥，你快去看看呐！狗掌柜的出来！小公子莫要动气，可是有什么误会啊？卖假货给我，你说是误会？怎么能是假货呢？我们德善堂那是京城的名店，谁不知道我们诚信为本？谁门大面大的，怎么可能售假呢？你放我下来，我要报官，你这是私。一句话还没说完，叶战直接抽出软鞭就甩了上去。我问你，这千年雪参是真是假？若是真就点头，若是假就摇头。那掌柜的果断的点头，只是一边点头一边给屋子里的伙计递眼色。伙计连忙朝着后门跑去，看起来是要去搬救兵。二爷，我们要不要追？不必，最好把这家宴店的东家叫来，我一并收拾了。是，杀人了！光天化日的杀人了，还有没有王法了？什么杀人了？小爷这是在抽人。你可知这家店的东家是谁？你别以为你带了2个走狗出门就能横行霸道。走狗？千骑营的人听到这话就不乐意了，尤其是聂麒麟这小暴脾气，飞起就是一脚，踹得那掌柜的挂在横梁上来回荡秋千。千年雪参到底是真是假？是假。他正要说真话，可是他又看到不远处方少带着官兵赶来了。德善堂乃第一良心药铺，这位小公子，你故意找茬是吧？你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污蔑我们东家。何人闹事？滚！是谁在本少爷的店铺闹事？简直是狗胆包天！方少，这是您的店？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兄弟们，快看看那个塌鼻子男人！这不上回送马车的那新郎官吗？什么送马车？那是咱小郡主抢的马车。不会说话，能不能把嘴巴圈了？怎么了？二世子这边怎么了？小郡主呢？都大半天没看到乖乖小郡主了，必须赶紧看一眼才行，不然连吃瓜子儿都不香了。小郡主和大公子在马车上还没下来，你们先说二爷这边怎么了？自己看公布那个新郎官。方少，这小孩买了根人参，非要诬赖说是假的，然后来砸场子，小的都快被打死了。叶战又是一鞭子。都干什么吃的？这厮当街杀人还不拿下？还不快把这几个人抓起来！是。这些刁民竟敢阻拦官兵，这分明是造反！你们还不快抓了他们，回去论功行赏！那领兵见对方只有3个人，于是大吼一声：拿下！谁敢？小马不走开，这里不是你该来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方世成踹了一脚。哎呦，小郡主啊，您怎么在这里啊？今天没去抢亲吗？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就是几个闹事的，官兵抓了就走，不劳小郡主您亲自过问了。闹什么事呀？揍人！小郡主，你看这些贼人，平白无故的就揍人。讨厌，反正二哥哥做什么都是对的。
这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儿啊？就在他还准备跟小郡主解释的时候，暴脾气的聂麒麟忍不住了，飞起就是一脚，直接踹在方世成的脸上。这熟悉的招式，方世成一下子脑子开窍了。你们是九王府的人？哎呦，小郡主，我不知道这些是九王府的人，所以刚才才为难了那个男孩。哎呦，我是真的不知道啊！什么？还为难了哥哥？哼，给本团团揍他！是。哎呦，别打了呀！我知道错了。大公子饶命啊！大公子，我是真的不是故意的，我是小风，大公子救命啊！大公子，叶晨点点头。哎呀，多谢大公子救命之恩，大公子实乃圣人。小风，拉到里面去揍。你们这些文人都这样，只要看不到就不用善心啦。方世成被拉到药店里，街道终于安静了下来。你们是哪个执勤营的？大公子息怒。叶战这时候从药房门口走过来，暴脾气的啪一鞭子甩在那领兵身上。没听到他在问你话吗？大哥哥，哥哥，你们是不是在吵架呀？是的话，团团就把瓜子拿出来咯。没听到他在问你话吗？你小的是三营的执勤兵领兵王强果。那你从今日起便不是领兵了，滚！他们不怕你，就是因为你太圣人了。所以你刚才是在帮我出气吗？我只是看不惯你懦弱无能。大哥哥，哥哥，你们是不是在吵架呀？是的话，团团就把瓜子拿出来咯。你们到底吵不吵呀？你买人参被骗了？叶战别过头，直接不说话。没关系，团团，你问问你二哥哥，是不是买人参被骗了？二哥哥，你是不是买人参被骗了呀？叫你问你就问，有本事他叫你吃素菜你也吃啊！二哥哥，你手里拿着的是大萝卜吗？还脏兮兮的呢。这是人参。团团，你问问你二哥哥，他手上那根50年左右的雪参是买来的吗？什么？才50年？我买的时候跟我说是1000年雪参，还被骗得挺厉害。团团，告诉你二哥哥，依照京城的商管法，售卖假货应进行3倍赔偿，并加征1年商管税。你问问你二哥哥，应该赔偿的多少钱？二哥哥，赔钱？是不是一天不坑我，你就浑身不舒服呀？小矮子，告诉你大哥哥，2064两银子。大哥哥，是2194哦。对数字是如此的不敏感吗？就4个数字都要错2个。大公子和二世子就隔着1步远，还非要小郡主传话。就是，这分明就是打着传话的幌子，趁机摸小郡主的小揪揪。我也想摸一下。难道不是因为大公子和二世子不和，才让小郡主在中间传话吗？话音落下，其他暗卫纷纷用一种“就你知道是吧”的眼神看他。好，我不说话就是了。哦，原来是被骗了688两银子。
叶晨无视叶战要杀人的表情，然后轻拽叶团团头顶的小揪揪。小团团，你告诉你二哥哥，让人去药房里拿走2064两银子，我晚点再安排人去上报此事。哥，一头牛牛，用一头牛牛做交换，团团就去帮你问哦。小团团，你告诉你二哥哥，让人去药房里拿走2064两银子，我晚点再安排人去上报此事。姐，快来拿钱哦！然后下一秒就听歘吱呀砰的一串声音，没错，是12从树上闪下来，然后拉开药铺的门，然后关上药铺的门。那团团，问问你二哥哥，他买千年雪参做什么？二哥哥，小家伙都还没说完，被叶战伸出2个手指捏住了小嘴儿。我知道哪里有千年雪参。哪里呀？你先告诉我，你找千年雪参做什么？要说就说，不说就滚。好吗？叶晨转身就走。小矮子，你快去问问千年雪参在哪里。小家伙想了想，然后捏起一个小拳头，然后嘣儿一下弹出一根小手指。什么意思啊？二哥哥，一头牛牛，用一头牛牛做交换，团团就去帮你问哦。你自己听听，哪家的妹妹跟你一样，动不动就要吃一头牛的？好，一言为定。于是叶团团就像个牛皮糖一样的直接粘到了叶晨的袖子上。大哥哥，二哥哥想要的东西在哪里呀？我现在就去找。团团要和我一起吗？哥哥，二哥哥在找什么呀？在找千年雪参。千年雪参是什么呀？可以吃吗？好吃吗？是一种极端名贵的补药，可以吃。好不好吃我不知道，我也没吃过。啊，原来二哥哥在找一种吃食呀！而且大哥哥说不知道是什么味道。要不然等找到了雪参参，团团先啃一口尝尝。对，而且要朝胖胖的地方啃。大哥哥，你还没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的愿望就是大楚永远繁荣昌盛吗？这句话大哥哥中午就已经说过了，可是团七七说这不是真正的心愿。大哥哥还有其他心愿吗？你开心快乐就是我的心愿。七七，任务完成了吗？团团的脸都要笑僵了呢。仔仔，没有完成哦。为什么呀？团团都这么努力了，会不会是你大哥哥意识不到他内心的心愿啊？那怎么办呀？大哥哥自己都不知道，那团团怎么帮助他实现了？主系统里真是的，就这么逼，脑残一般的任务，连任务对象都没有了解清楚就发布任务了，真是！主系统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团团现在应该怎么办呀？仔仔，不哭好，任务时间还有3天，我们再多试探试探。那好吧。九王爷看着手里的边关急报，问白姬：12可在府里？12小张峰他们几个跟小郡主出去了。王爷，可是青鸾城出事了。这封密报可是800里加急，
日夜不停地送来的，而且还是千骑营亲自去接的急报。如此紧急的军务，王爷，您可否让属下看一眼？安卫司还有哪些一等高手在？金小金、王剑山、蒋祥峰，大约还有6人在府中。都叫进来。是。白姬退了出去，心里百感交集。他没了内力，王爷连军务都不告诉他了。果然，他现在是个废人了。看着安卫司的人鱼贯而入，白姬就站在书房门口没进去。你们过来看看，这个药方是否可行？寒潭水，千年雪莲，这2味药都是极寒之物。白师长乃阳体，这药方是摧毁重塑之法，白师长恐怕会痛不欲生啊。没错，而且辅料还是毒王血这等剧毒之物。属下练的是霸兵拳，日常用于淬拳也只敢沾上一点毒王血，可这药方竟然要放1支，那威力相当于一个人日夜不停的练拳，练了5天6夜。可有法子让白姬好过一点儿？偏方也行。有，说说看。让白师长待在一个能看到小郡主的地方就行，到时候就算是白师长扛不住要死了，只要他看一眼全天下最可爱的小郡主，肯定会舍不得死，这不就能扛过来了吗？还以为是什么高见，结果就这，那小东西真有那么好用？本王看你们就是对他盲目信任。白师长到手啊，肯定痛得哇哇大叫，会不会吓到咱小郡主啊？对呀，所以要不要单独给白市长做个隔音间啊？就算是隔了音也不够啊。白市长能看到小郡主，小郡主自然也能看到白市长。万一小郡主担心白市长难受的哭唧唧怎么办？哎呦呦，小郡主哭唧唧什么的，那简直要把人的心都哭碎了。他们几个你一言我一语的，九王爷嫌他们吵，于是让他们滚了。就这么一连串的哀，白姬听得心一沉，完了，王爷这是要彻底换掉他了。白姬站起来走到门口，打算找王爷说说情，要不然他留下来照顾小郡主。可是要怎么照顾呢？所谓衣食住行，要不然就从衣开始。小可可，你不是和小郡主一起出去了吗？小郡主和大公子出去办事情了，所以小郡主就安排了陈小公子先把我送回来。咱小郡主都能安排陈小公子了，真不愧是九王府的小魔头，混得真不错，骄傲。白市长找我是有事吩咐吗？白姬走过去帮他把衣服都拿下来。谢谢白市长。白市长今天不忙吗？这无心之问听得白姬心里又是拔凉一片。好，没事，你快把这些做好了就去玩吧。好的。白姬从后院横穿过去，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厨房那一片。白市长，没事，忙你的。你这锅里是萝卜炖牛腩？好像不是萝卜，这是千骑营拿回来的，说是什么雪参，不过长得白白胖胖的，看起来的确像萝卜。本来是金小金在这炖，说是要炖烂一点，晚上给小郡主加餐。可是暗卫炖到一半又出任务去了，这不就把炖菜这事儿交给了侍卫我。市长，咱们侍卫营啥时候能有小主子啊？
您想啊，安卫司那帮土匪向来为小郡主马首是瞻，千骑营那帮世家子弟官二代整天说他们是二爷的亲信，就咱侍卫营像捡来的孩子。而且他们2个兵营的人哪怕是犯了错也都有小主子护着，真是让人又羡慕又嫉妒。咱侍卫营的人也不差呀，虽然不如暗卫功夫好，也不如千骑营家世好，但是咱侍卫营的兵士也都是从大楚其他军营里挑出来的小兵王，综合能力并不弱，怎么就不如他们了？没事儿，不着急。大公子很快就要搬回来住了，没看到王爷都在杀牛奖励小郡主了吗？而且咱王府的兵没有哪个是弱的，等到大公子搬过来，到时候上到朝堂消息、边关军务，下到官员们之间的宾宴、节气收送礼，所有文职和情报工作都交给大公子和侍卫营。王爷是有所考虑的，你们不用着急。那可太好了，咱们侍卫营也能有小主子了。季大人原本还在看册子，听到人汇报说大公子和小郡主来了，放下册子就脚步匆忙地出去迎接。季大人您慢点儿，前天刚洒了水，路滑。滑不滑的你少管，本官着急去见小郡主。鸡伯伯，哎，小郡主近日可好啊？团团很好哦。鸡伯伯，团团有没有吃胖呀？小郡主这么可爱，怎么会吃胖呢？不过是稍微吃重了一点而已。以前还能单手抱她，现在是不行喽。吃重了是什么意思呀？反正不是胖，对不对？对。大公子，里面请。季大人，请。小郡主，下午茶。季大人安排好了小郡主，这才走到椅子上坐下。大公子前来可是有事要交给下官做？季大人说哪里话，不过我此次来的确是要问户部要一样东西的。我记得前年还是大前年，似乎有个附属国向大楚进贡了一株千年雪参。下官不是很清楚，大公子若是想知道具体年份的话，可能需要问尚书大人。不过户部尚书身体抱恙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尚书大人身体可好了些？今晨下官去尚书大人的府邸，想汇报户部年节，这才刚进门就遇到太医给尚书大人看诊，下官没敢打扰，就又回来了。这么说的话，的确不应该打搅尚书大人。季大人可否将年份录拿出来，我自己找也行。那自然是有的，每年的贡品目录都有7本书厚，2年就是14本。下官陪着大公子一起找吧。多谢季大人。季伯伯，团团可以把点心分给安卫叔叔哥哥吗？当然可以，既是给小郡主品尝的，小郡主可以任意处理。谢谢季伯伯。喜爱呀！小郡主何事啊？快，吃，团团蹲不住了呢！快！多谢小郡主。说完，冲着屋里的大公子和季大人点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歘的闪身消失。3个月零5天没见，小郡主还是这么宠下属，难怪这帮奇人异士能心甘情愿为他卖命。大哥哥，团团也想看画册的。
某个小奶娃就成了大楚最年幼的把国库目录当成是画册子看的娃。看叔叔离远远，河汉清且浅。小四，看，是你。小神兽银灰色的兽瞳满是茫然，嗷嗷呜。团团在说什么呢？是小四蛋，猪猪蛋。这一下，叶晨和季大人都听懂了，一起凑过来看，果然看到了目录上的夜明珠。小四，原来你是茂南团送来的猪猪呀！什么茂南团？是昌南国。茂昌不分就算了，国字就但凡带了框框都念团是吧？嗨，不太认识字又不丢人。不太认识字又不丢人。你看看小四，他还不会说话呢，他也没觉得丢瘦呀。小四，你就是从这个球球里面出来的哦。小神兽嗷嗷呜，不光嗷嗷叫，还要用圆圆的小兽头蹭蹭书，看样子是想钻回去试试。大哥哥，这是不是二哥哥今天买的萝卜的爹爹呀？简称萝卜爹。什么萝卜的爹爹？他又在说什么团团语啊？于是凑过去一看，这一看，叶晨直接惊喜了，别说，还真让人家小团团给找到要找的东西。是千年雪参。团团真棒，一下子就找到了。嘿嘿嘿，原来萝卜爹就是千年雪参呀！找到了图册和编码之后，季大人便开始对应找雪参的所在位置。大公子，雪参在宫里。大公子若是不好开口，可以考虑让小郡主试试。团团，虽然只说了2个字，但是我们智慧团已经领会到了意思。如果大哥哥可以说出多少个来着？让他说100个愿望，咱们大面积撒网，就不信还完不成任务。说出100个愿望，那团团就可以帮大哥哥去打劫黄爷爷哦。100个？这个小魔头是不是在找理由收拾我？从户部出来，叶晨又带着小家伙进宫。皇上一刻钟前传了卑职进去读书，卑职只读了半章，皇上便睡着了。想来应该是今日政务繁重，给累的。皇爷爷在睡觉，要不我们明日再来？那不行呀，任务时间就只有3天了。若是明天再来的话，可能有点来不及。皇爷爷在睡觉嘛，没关系哦，团团可以把他吵醒哦。小家伙不光嘴上说，而且还要马上行动起来。小娃仔，你压到朕的手臂了。不是那边，是这边。那是朕的头发不可以放到嘴里，小娃仔。怎么？你把手指放到朕的鼻孔里了？你个小娃仔，你折腾朕，你还累了。皇爷爷你好，大姐。能把皇上吵醒还安然无事的，也就是咱小郡主了。这几十年敢吵皇上睡觉的人，一般是这种下场：1品以下的官儿砍头，1品以上的官儿罚俸反省。不过现在要加上一条了，5品小郡主被皇上瞪了一眼。小娃仔，你吵朕睡觉干什么？
因为团团想黄爷爷了呢。黄爷爷，团团是真的想你了吗？真不信。你是想进宫来看看你的黄裙子吧？啊？是团团的黄裙做好了吗？刚才还说是想朕了来着。皇上，小郡主的新裙子已经做好了，只差让小郡主亲自试穿，最后缝上扣子即可。那就让4只坊的人过来给他试穿。周福海走到门口传人，回来的时候又说：皇上，大公子和小郡主一起来的，此刻在门口。传。孙儿给皇爷爷问安。臣儿今日进宫，可是专门为了送小娃仔进来？是。才不是呢，大哥哥明明是为了千年雪参呢。进宫之前说好的，你有办法拿到雪参的，怎么转头就把我卖了？完蛋了，团团怎么把实话说出去了呢？你们需要给朕一个解释。什么千年雪参呢？禀皇爷爷，孙儿今日在京城一个街区遇上了售假参的事情，那家店铺以50年的雪参冒充千年雪参，当时团团也在，多少也听了2句，所以就记下了。商管部门是干什么吃的？这件事情孙儿已经处理过了，不过是区区小事，莫要影响了皇爷爷的心情才是。皇爷爷，千年雪参是什么呀？是一种人参，炖汤用的，吃起来有一点点淡淡的荷花香味，但是离汤即凉，而且放于舌尖会有清苦的药味儿。原来皇爷爷已经吃了，就是不知道雪参还剩下多少。荷花味道的呀，团团还没吃过耶。皇爷爷，团团可以啃一口雪参参吗？会有清苦的药味儿。那团团就啃一小小口吧。连药味的东西都要尝一口是吧？不愧是你，叶团团。皇爷爷，团团可以啃一口雪参参吗？会有清苦的药味儿。那团团就啃一小小口吧。药味儿比较苦，不好吃的。那要是用来做成参参小羊宝呢？光听名字就感觉很好吃呀。那是个什么菜呀？怎么朕都没听说过？屏风后面的叶团团没听见他皇爷爷说话，以为皇爷爷不喜欢，于是又改了一个。雪参参爆炒黑椒鸡呢？这个菜名应该是叫莴笋头爆炒黑椒鸡。别以为你个小娃仔把莴笋改成雪参，朕就听不出来。再者说了，千年雪参怎么能当成莴笋头用？离谱！哼！哎呦，还敢横朕了是不是？皇爷爷就是个小气，小气龙。这到底是说朕小气，还是说朕是真龙天子啊？皇爷爷心里根本就没有团团。可是你用千年雪参做爆炒黑椒鸡，真的很离谱啊，小娃仔。
王爷爷不喜欢团团，小团团呀，机灵晃呀，3岁半呀，没人疼呀。好，给你，真是，明明还是个小萝卜头，怎么就地里黄了？这歌词谁写的？真要把他头砍了。叶团团听到黄爷爷答应了，于是倒腾着小短腿就冲出去抱他黄爷爷。叶晨就看到了一小坨尊贵无比的明黄色，从屏风后面像是一阵小飓风一般的刮到了他黄爷爷面前。叶晨满脑子就2个字儿：离谱。大哥哥，怎么了？团团的新裙子好看吗？好看吗？好看。嗨，我真帅。好，你真帅。小娃仔，过来。形容女娃好看呐，要用袅娜或者美，只有男孩子才能叫做锦衣或者帅。那黄爷爷是什么？自然是帅呀。那团团想和黄爷爷一样呢。团团和黄爷爷的衣裳都一样呢。诡辩。黄爷爷是龙变的哦。你个小娃仔呀，果真是真的开心团儿。祖孙俩正在说着一些没有营养的话，这时候千年雪参也被送来了。皇上，千年雪参送来了。这么小一颗，肯定不能用来爆炒黑椒鸡了，要不然做成萝卜血丝炖牛腩。这根雪参朕吃过2片，就从这里切的。小娃仔，朕虽然答应了把这个给你，但是你年纪还小，还不能吃这种千年的大补之物，哪怕是切成薄片也不行。团团不切片哦。也不准直接啃。呀，团团想啃一口的事情，怎么就被黄爷爷发现了呢？团团明明没有说出来呀。朕可以给你，但是你不准吃。那好吧。把朕房间里的点心给小娃仔装上。不管怎么样吧，叶团团建功的任务算是超额完成了，不仅拿到了千年雪参，还拿了3大盒御赐糕点。我真棒！想到这里，小家伙走路越发嚣张起来。周福海刚追出来，就被小郡主这个样子给萌到了。一会儿回去一定要模仿给皇上看看。小郡主留步。叶团团回头，然后就看了满脸笑意的周总管和他手上拿着的一个金灿灿的牌牌。包包里的小四看到金灿灿的东西，顿时学着他且的样子，眼睛闪亮亮。不光眼睛亮，嘴里还要嗷嗷呜，2只小后爪快速地挪到包包的一侧，然后前爪爪在包包的边缘上拍拍，嗷嗷呜，快给放进来呢！等一会儿进去，一定要给皇上模仿一下小神兽财迷的样子，简直和小郡主一模一样。小郡主，这个是皇上的御赐手牌，有了这个，
您以后就能随意出入宫中的任何地方了。谢谢都总管。周福海目送大公子和小郡主走到养心殿的大门口，这才转身回去内殿。周福海端了茶水过来，然后把刚才的门口看到的小郡主和小神兽的样子给自家主子学了一遍，尤其是小郡主学九王爷的样子和小神兽学小郡主的样子。若不是小神兽不能说人言，怕是说话都能和小郡主一个腔调。哈哈，那是自然。你也不想想，为什么神兽幼崽要取名叶小四？老奴想不到那是为何呀。你想啊，老九就3个娃，要是加上个小神兽，那不就是排行第4了？哦，原来如此，皇上圣明。把神兽当儿子养，老九这混账东西。那也是九王爷有本事，能收服小神兽。他能有什么本事？小四又没成日里跟着他。也对，那应该是小郡主有本事。团团是不是摔过头了呀？怎么把他们杀成这样啦？叶晨看了看跪了一地的宫女太监和执勤侍卫，都各自忙自己的事情去吧。是，大公子。团团，你可知你穿着的是什么裙子？是赖皮蛇裙哦。赖皮蛇？懂了。叶晨解下自己的披风，上下对折一下，将它牢牢裹住。大哥哥，团团没有很冷呀，不需要被裹起来哦。可你若是不穿厚一点的话，不出半个时辰，宫里就能往外传消息，说九王府的小郡主穿龙袍了。搞不好陈尚书要带兵把九王府给围了。乖，你冷。那好吧。叶晨带着妹妹回来的时候，叶战还没回府。大公子今日带小郡主入宫，是去拿点心吧？小郡主的确喜欢吃皇上的点心。就是为了拿点心。白姬听到暗卫汇报说大公子回来了，赶紧放下手里的事情，匆忙过去接待。白市长。哎呦，大公子可不要这么喊我呀，我马上就要退下来了。哈，大公子是送小郡主回来？是。哈，那正好，属下带您看看房间，看完也差不多该用膳了，时间刚刚好，吃过晚膳，您干脆就住下吧。白姬引着叶晨往里走。这是小郡主的房间。看得出来是团团的房间。哼，就说我们小郡主的审美是独树一帜，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完全不从众吧？你听听，就连大公子都夸。小郡主后面这间房间比较大，采光也很好，很适合给大公子做卧房。叶晨这边正在和白姬一起看房间，而叶团团呢，一回到家里就饿得小肚脐咕咕叫了，小腿倒腾着就去了后厨，想康康今晚上吃什么。好香呀！侍卫叔叔，团团可以吃一碗吗？当然可以。我一个未婚大直男哪里见过这个，瞬间就被萌到了呀！救命！好吃呢！我一定要写信告诉我娘，小郡主举起小手手的时候，简直是全世界最萌的小奶娃。他这一声好吃呢，直接就把睡觉的小四给喊醒了。王硕想了想，安慰平日里的做法，然后快步又去厨房多拿了一个小碗出来。再来一碗哦！王硕又赶紧给小郡主再盛了一碗，一人一兽继续吃吃喝喝。
小矮子可回来了。小郡主已经回来了，这会儿应该是在后厨那边吃东西。等到叶战走到后厨院子里的时候，并没有看到小矮子，只看到了王硕、小四和一个宛人。原来不是宛人，而是妹妹在喝汤，只是汤碗太大，把她整张脸全给挡住了。嗨，哥哥！叶战轻咳2声，打算问问他千年雪参的事情。可是叶战还没来得及问，然后就看到妹妹开始脸红，而且还越来越红。我已经这么帅了吗？小矮子看到我都会脸红了？不可能的！小矮子看到好看的小哥哥从来不脸红，他只会花痴的哇哇哇叫，然后上去拉人家的手。他好色，向来好色的很直接的。哎，你怎么流鼻血啦？团团是不是要死翘翘了？周明儿，小郡主流鼻血了，应该怎么办？你快说。于是几息之间，后厨院子里就站满了人，3个兵营的好手都来了，里3层外3层的都想往小郡主面前挤。小郡主，保持前倾头低位，张口呼吸。小郡主怎么样啊？还在流鼻血吗？哎呀，这暗卫司人，你们说句话呀，就知道挤到前面去，然后又不干实事是吧？小郡主人呢？没事了吧？12想了想，人挤人的，空气也不好，然后干脆把小郡主抱到桌子上站着。白姬和叶晨也在这时赶了过来。好热，团团要脱脱。小张伸手试了试小郡主额头的温度，这一摸就给摸了一手的汗，于是赶紧给她把披风脱下来。小郡主虽说穿得多，但是也没多到捂汗的地步，这不对劲儿。正觉得奇怪呢，然后就看到了小郡主脱下披风之后的明黄色的大逆不道的龙裙。好看啊！这真的可以穿吗？九王爷原本还在看军报，侍卫禀报说小郡主流鼻血了。叶简寒丢下手里的笔，大步朝着后厨这边走来。这一来就看见了眼前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他的大好儿穿着帝王色的绣着金龙的裙子，站在高处，身体前倾，一副睥睨天下的不高兴的表情。而九王府3大兵营的顶尖好手都齐聚在他周围，里3层外3层的挤着听他说话，表情焦虑而认真，就仿佛马上要干一件大事儿。总结起来就是穿龙袍，召集人手，站在高处发表言论。这画面若是非要用2个字来形容的话，要么是造反，要么是称帝。团团流了好多血，团团要死翘翘了。还你要死翘翘？就你这么穿着龙裙往桌子上一站，满脸号令3军的模样，不知道的人以为你皇爷爷要死翘翘了呢。爹爹，团团在死翘翘之前，可不可以求爹爹一件事情呀？什么事情？爹爹，团团可不可以再吃一碗萝卜炖牛腩呀？哪里来的萝卜？别是把那根50年的雪参吃了吧？就那根二世子被骗的雪参。那锅里的不是萝卜，是雪参。不然呢？你见过谁家萝卜能炖3个时辰的？你就这么直接舀给小郡主吃？话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
小郡主流鼻血是因为吃了那根雪参补过头了。吃了多少？王硕伸出2根手指。2大碗，能不流鼻血吗？你给他吃之前，你自己不尝尝的吗？萝卜是那味儿吗？咱也不敢尝啊。老实人真烦。还好，小郡主是不吃素菜的，光是喝汤的话问题不大。说到这里，大家突然记起来，小郡主以往不吃的素菜都是给小四了的。小四爷？小四从包包里探出小脑袋来，众人感叹，原来你们神兽也会补过头啊。姐姐，你是不是在笑呀？没有啊，本王怎么可能在笑？是吗？当然是了，先吃饭。叶团团虽然觉得不对劲儿，但是也还是被他爹给糊弄住了，乖巧地转过来。瞧瞧咱们小郡主那可怜的小样子，哎，心碎了谁能懂？下回给小郡主做饭，一定要先尝一口，可不能让咱小郡主再受这个罪了。哎呀，心疼！都怪那药铺卖的什么鬼雪参，长得跟萝卜似的。兄弟们，明日一定要换回便装，然后带着家丁再去找一回茬。刚太医过来摸过脉了，说小郡主体质很好，虽然补过了头，但也无需用药，只需要这几日吃得清淡些便可。那我一会儿就去交代厨房，少油少盐少肉。若是小郡主不肯吃，那就差人给海公公传个信儿，让小郡主进宫与皇上同吃。毕竟皇上那边是老年人饮食条件，应该足够清淡了。妹妹用嘴呼吸的时候看起来真的好蠢，原来小矮子这种贼不拉几的小仙女儿也有蠢兮兮的时候。我还故意把雪参藏在了最里边的位置，就是怕叶团的这个小奶娃不分青红皂白的啃一口。可谁知道我这千防万防的最终没防得住那根50年的雪参。这家伙不仅吃到了雪参，还吃了2大碗，简直是防不胜防。看来这个妹妹我以后要多上点心才是。父女俩的短暂交锋之后，桌上的菜也上齐了。天，喂，好吃。哎呦，乖乖小郡主还真是好单纯呢，完全不知道王爷刚才的嘲笑，还吃得那么开心。嗨，这么可爱的小乖乖，怎么就有王爷这种巅峰的无药可救的直男点呢？真是闻着流泪，听着伤心呐。姐姐，你刚才已经喂过了番茄炒蛋了，现在应该喂牛肉了。不行。行。不行。行。父王，我来喂团团吧。呀，大哥哥抱呢，大哥哥喂。叶晨笑着把他抱过来，心知他需要吃清淡一些，于是加了一片鱼肉，然后又叠了一块山药。蜜雪未知肤白，但鱼与山药知。团团可要吃一口？虽然不知道大哥哥在说什么，但是听起来好有道理哦。文化人果然可怕，竟然能让小郡主吃素菜，大公子牛逼。而坐在桌对面的叶战就不这么想了，他微微皱眉，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吧，手不停地在给小四喂东西吃。怎么嘴里还没有吃完，又给了新的呢？哎呀，吃不过来怎么办？真是好着急哦！小四这么一叫，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父王，我吃饱了。说完就下桌了。二哥哥晚上会饿哭的吧？
刚走出门的叶战后脚跟就崴了一下，支撑我不好叫叫呢。想和爹爹一起饭后散步啊。谁的肚子这么圆？肚肚圆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团团胖？肯定是。想到这里，小家伙一扭头，牵着大哥哥的手就往外走。我要抛弃姐姐。于是乎，今晚上带着小团团散步消食的人就成了大公子。瞧瞧咱们小郡主，吃少了知道嗷嗷喊饿，吃撑了知道主动消食，真不愧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小乖乖，省心。大哥哥，你的100个愿望可以开始说了哦。100个？别人消食用腿，他消食用嘴。我希望大厨永远能在动态中安定长存。不对，下一个哦。我希望小团团此生顺风顺水。不对，下一个哦。希望黄爷爷长寿安康。不可以有这种愿望，我们女帝还等着登基，你重新说。就这样，叶晨一连说了10个愿望，可是这10个愿望，团结期一个都没检测到能量波动，根本不对。仔仔，你让你大哥哥说一点情感方面的。话还没说完，然后团结期就发现他家小宿主已经睡着了。难道这就是那本最新版的3头6臂小郡主中说的小郡主的天生绝学吸盘大法？这兔子是夜宵，不是晚膳，吃夜宵和补晚膳是2回事。非要说出来是吧？口气还这么欠儿，是不是跟你们小郡主学的？刚小郡主打喷嚏了，就在半月亭那边。啊？那怎么办呢？会不会是着凉了呀？哎呦，真的好担心呐！我这倒是有小郡主的披风，可是我只手不能离岗，送不过去呀。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可爱的小郡主要是因为没有小披风而受凉，那咱们是要良心不安的呀。可不止咱们，咱二爷也会觉得心里不安的。哎，怎么突然一下子扯到本世子了？这话题衔接的真的是好生硬啊！叶战正在吐槽，然后就听房顶上瓦片嗡咚嗡咚的被揭开了2片，一团粉红色的东西从房顶掉了下来。哎呀，不好，小郡主的披风掉下去了！哎呀，怎么办啊？哎呀！哦，没事，被二爷接住了。啊，既然二爷有了小郡主的披风了，如果不送过去，导致小郡主受凉，那等到明天小郡主睡醒之后……暗卫的一个长难句都还没说完，就听叶战唰的从软榻上站起来，推开门出去了。嘿嘿，二爷识时务。团团这样抱着我的手臂，我应该怎样做才能把他抱回房去？你站起来直接走就行，父王一直就这么干的。那不行，万一摔了，或者他的小手臂吃力扭到了怎么办？毕竟我没有父王的逆天武力值，不能感知到小团团的骨骼位置，所以不能冒险。除了直接走之外，还有其他？那你就等他再睡熟一点，矮子只要睡深了，小手手就会松开的。好。可是他才说1个字，抱着叶晨的某个小奶娃动了一下，小嘴儿还要发出喵喵喵的声音，然后小手手一松，好家伙，终于过了吸盘大法的时效了。叶晨的一只手臂其实已经麻了，但是他也顾不得那么多，把小奶娃抱入怀中，又拉过披风盖好，这才起身抬步往他房间的方向走。
叶战想问的话还没问出口，也急步想跟上去，可是才走出去2步，脚边就踢到了东西。爷，毒虫找到了，而且一公一母，麒麟办事儿齐全。聂麒麟正等着二爷夸他，然后下一眼就看到二爷手里拿着的雪参。我靠，1000年雪参！二爷你这么牛逼的吗？我这就找到了，是咱小郡主抱出来的吧？当初能把玉玺抱出来，抱个贡品，那小菜啊！小郡主真棒。本世子一个字都还没说。前边那个是不是大公子啊？抱着的是小郡主吗？属下也想抱一下。要是，哟，二爷你怎么踹我呀？说点有用的。二爷您看呐，药方上的东西咱都找齐了。白市场那边，属下听说安慰司的人怕这一剂猛药下去，白市场守不住，他们一大半的人都要给白市场护法。属下就想问问，他们人手够不够？要是不够的话，我跟凯旋也能上。你们2个先待命。叶战说完，就拿着木匣子去书房找他父王。王爷，属下去看看小郡主有没有踢被子。不必。九王爷抬抬手，并示意叶战直接说：父王，东西找到了。这是……既然连雪参都找到了，那就不瞒着了。九王爷从抽屉里拿出那张药方来，推到白姬面前。这1000年雪参是妹妹和叶晨下午进宫去拿的。 3个孩子去给你找的药材，你看看药方，然后决定是否要试一次。白姬拿着药方的手微微颤抖。事情发展到这里，白姬才明白过来，原来这几日王爷避开他，并不是不想用他了，而是在张罗帮他恢复内力的事情。快起来，你先别感动，你先看清楚药方。这方子是明秋找来的，开方子的人就是当年救下战儿的江湖神医。属下愿意一试。那你可要想好，若是失败了，不会失败。父王，妹妹是小仙女，她有法术，或许能提高成功概率。属下这条命就是小郡主救回来的。小郡主的药似乎只能修复身体，而不能解除内力的禁制。或许小东西只是不能直接解决问题，打个辅助提升概率，可能会有办法。小郡主啊，快起来吃早饭啦！张可可早呀，小郡主早呀。团团是不是还想问什么事情来着？小郡主长大了，知道主动接起任务了，琪琪真是好感动。对了，记起来了。是什么？是什么？是不是任务？是不是任务啊？可可，今天早上吃什么呀？本童子的每一次感动都是错付了的。今天早上吃得很丰盛，具体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不过小郡主可以去厢房看看。王爷今日没去上场，好像在等着小郡主一起用膳。呀，今天吃早饭有爹爹喂团团吗？听听咱小郡主的悟性，只说等着一起用膳就能把位子悟出来，真棒，简直就是被富贵命耽误的小神棍。小团团表示很开心，蹦跶着小步子就去了厢房。爹爹，今天头上没插鸡毛呀？大早上的跟本王说的第一句话就这么让人火大？什么鸡毛？那是关羽。你不要乱取名字。要不是今天有事要找你这小东西帮忙，
现在肯定要用力捏你的小圆脸。姐姐，你看，团团的鼻子没有往外吐血了哦。所以呢？团团已经好了，团团今天可以吃肉肉了哦。可以。桌上的叶晨和叶战一听，纷纷用眼神表示不行啊。虽然现在没流鼻血了，但是火气又没完全退下去，不能大鱼大肉。可是父王说的话，他们又不敢反驳。大公子和二世子还是经历的少了。那可不，二爷长期跟我们一起混兵营，见到的小郡主和王爷相爱相杀的情况肯定比较少啊。大公子这又是才搬过来，见的就更少了，所以还看不明白王爷这样淡定，显然是有招啊。像你这样不要脸的直接抢人瓜子的人，我也少见。那你还不谢我？我这都让你长了见识了。这话呀，就很暗卫斯。姐姐，团团要吃那个哦。九王爷十分配合，伸手夹了一根香酥牛柳，直接喂到他嘴里。可算是知道昨晚上买那么多香菇回来干什么了。姐姐，你是不是买到假肉了？好笨笨哦！难怪上次二哥哥也会买到假的屎。小姑奶奶，你和父王斗法，能不能别总挂带上我？刚刚给捂住了嘴唇，团团还没吃饭呢。叶战空出一只手来，给叶团团做了个虚的手势。聪明团团一下子就明白了，重重的点点头，表示答应。叶战这才松开手，然后下一秒，放心吧，二哥哥，团团是不会把你买到假货、被骗钱的事情说出去的呢。这么大声，谢谢啊！什么假货？谁这么不要命，骗到了九王府头上？叶晨见父王已经问了，而叶战又嫌丢脸，不愿意说，于是他只好把那天的事情说了一遍。趁着大哥哥和爹爹说话的空当，叶团团举着小勺勺，快速地扫荡桌上的肉肉。九王爷只是命人将牛肉和猪肉换成了素肉，其他的鱼肉和鸡肉都是真的。二哥哥，团团要吃那个。叶战给他夹了一个，小家伙接过来，用手拿着吃，一边吃一边听大哥哥说话，时不时的还要发出言论。对，二哥哥是笨蛋。你把鱼饼还给我。那人叫什么来着？叫方世成，是工部尚书尹居正的侄儿。又是尹居正，等从山里回来，新账旧账一起算。九王爷垂眸看了看他好大儿满手的油，再看看桌上的空盘子。一会儿要出城去山里找东西吃，全家都要去。就去山里，那岂不是好多兔兔、野鸡、哥哥、蛇、小野猪？哇，都是活的，保证！团团从现在就开始流肚肚哦。团团，父王需要你帮忙做一件事，当然，父王也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好呀，好呀。那你先说，你的心愿是什么？买裙子、买夹子、买街边小吃，都可以。团团想要黄爷爷的床。九王爷当场愣住，并且表示想把娃丢了。算了，别公平公正搞交换了，还是直接用骗的吧。出发呢！哎呀，郡主真可爱呀！
山大王。姐姐，团团可不可以骑听风呀？不可以，就你那小短腿儿，就算是直接劈叉到最长，也坐不稳听风的宽马背。可是团团不想坐马车嘛。为什么不坐马车呀？坐马车不帅，骑听风就帅。就你这小圆脸，你骑老虎也不帅。爹呀！只能本王带你骑马，你自己骑是肯定不行的。哦。小郡主怎么还没被香味给吸引过来呀？哇，烤乳猪！本王看你就像个猪。是啊，我们去找烤乳猪哦。是，小郡主。然后叶团团就抓住12，两人拉出一个极限身高差来，一同往前走。九王爷看了看好大儿一脚深一脚浅的小背影，一脚下去都看不到膝盖了，还敢往前走，真是。九王爷，小郡主。念，团团想吃烤乳猪呢。聂麒麟听到小郡主喊自己，哎呀，那个心窝子暖呀，赶紧拿出小刀来敲开脆嫩的乳猪皮，然后就切了一大块肉。清淡，你切太大块了。OK， 小郡主。谢谢念。说着就伸出小手手去接，可是就在小手手距离竹签签只有一个指甲盖的距离时，他的小手被一只大掌精准地捏住了。爹，团团的手就被捏疼了呢。手背这么多肉，怎么可能捏疼啊？咱们小乖乖可听不得这个。爹，信不信团团马上咬你的脸脸？好，你吃。小包子半信半疑，拿过肉串狠狠咬了一口。好吃呀！过来，团团，你会变出来丹药对不对？那你每一次变丹药的时候，会不会伤害到你自己？哪怕是任何一点不好的地方，你都告诉父王。没有哦。肉串虽然好吃，但是没什么味道。团团想吃点有味道的东西呢。那团团能不能变出来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功能是抑制疼痛，但不能麻痹神经。什么麻辣牛筋？麻辣牛筋。这样，从现在开始，父王说一句，你就在心里复述一句。好呀，和弟弟玩新游戏呢。团团需要一种药。怎么不太对劲？团团需要一种药。仔仔，你要什么药啊？爹爹是个聪明蛋，团团也不是个小笨蛋哦。这种药是能帮助人类抑制疼痛，但是不会麻痹神经。爹，如果团团重复了这句话，是不是就可以拥有黄爷爷的大床床了呀？不对呀，这怎么还是在公平公正的那个阶段？这个小东西是越来越难骗了。在赖皮蛇和吃食面前，咱乖乖小郡主的智商吊打二世子，直追大公子。来一局吧，我押50两黄金，赌王爷赢。哟呵，千骑营又来送钱了。成啊，我押100两黄金，赌小郡主赢。先吃点，
一会儿输了才有力气哭呢。千奇营的嘴向来比拳头硬。爹爹，王爷爷的床那么大，团团的房间放得下吗？这都已经开始考虑好不好放的问题了，是吧？你黄爷爷的床真有那么好？黄爷爷的床好舒服的，团团要是躺上去，肯定一下子就睡着了呢。可是你在本王身上也是一下子睡着了，有本王就够了，你还要什么龙床？爹爹，所以在本王和你黄爷爷的床之间，你只能选一个。爹爹可以移动，团团可不可以？算你识相。团团大，爹爹小，团团有赖皮蛇，爹爹。你黄爷爷的床可不会带你来山里找吃的。也对哦。就这种显而易见的选择，你还要考虑是吧？本王还不如一张床是吧？叶团团。那团团选爹爹嘛。王爷赢了，还用的是这种自降身段，不是？这到底算不算是骗小孩啊？哎呀，兄弟们，输钱喽！我说什么来着？小魔高1尺，大魔高1丈吧。那种老年人床有什么好惦记的？既然选择了父王，那就把那张床忘掉。现在父王说一句，你就重复一句。团团需要一种药。团团需要一种药。仔仔，什么药啊？这种药是能帮助人类抑制疼痛，但是不会麻痹神经。有的，仔仔，这种药叫做榆木归元丹，是用来帮助人类进入睡眠状态，止疼，但并不会切断人体的任何神经功能，通常是给宿主生孩子止疼用。叫做归元丹，给爹爹生孩子用的。我这是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啊？就说小郡主和小四都是王爷亲自生的吧？我好担心小郡主会挨揍。不过九王爷此时的心思并不在揍孩子上，他想了下，生孩子用，那就是止疼，但不会影响胎儿。没错，就是这个药。对，就要它。姐姐，环环就要它哦。仔仔，这个药价格是30积分。恭喜宿主购买榆木归元丹成功，消费30积分，当前积分余额为65。烟花放完，叶团团手里就多了一颗黑乎乎的丹药。都去护法。是。阿妹斯和千奇营的人全数去了山泉池那边。姐姐，我们去抓兔兔吧。九王爷单手托住娃的小屁屁，然后微微躬身，随即脚尖一点，俯身起飞。姐姐，团团知道这招叫什么哦？叫什么？轻功草飞飞。是轻功草上飞？什么草飞飞？你怎么知道这招是草飞飞啊？因为团团看二哥哥练过。哦，二哥哥还摔了2个狗啃泥呢。九王爷虽然在听小东西嘚不嘚，但是手上也没闲着，目光锁定了前面一道灰白色的兔影，手里一道金光一闪。
姐姐，抓到兔兔了吗？团团想摸一下。要活口能不能早说？九王爷抱着娃飞身上树，正打算看看树林里哪里还有兔子，可是兔子没看到，反倒是听到一声啊的厉呼。是白白，姐姐是白白。九王爷眉头微微皱起，抱紧娃，掉头朝着山泉池那边掠去。护着你妹妹，现在如何？王爷，白氏长现在的状态不太好，这一池子的药水除了会腐蚀神经之外，还会腐蚀念力。大哥哥，团团也想过去排排坐，看泡泡。小萌音刚落下，然后水面突然哗啦一声，原本沉入池底的白鸡突然从水面冒出来。只见他双眼紧闭，五官更是痛出了一种扭曲的角度。白白，你怎么了？白白，没事没事，白氏长会没事的，乖，不哭啊。白鸡噗地吐出一口鲜血来。白白，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好难受呀？怎么办？团团好担心你，白白。不对，白氏长有反应，小郡主喊他，他能听得到。你们看他身上的念力有减弱的迹象。白白，你不可以死翘翘。你还没带团团去江南吃绣花大娘做的绣花饺子，你还没带团团雪夜山庄看看什么，还没带团团去闯荡江湖。咱就说白氏长的命得靠咱小郡主吧，白氏长才舍不得把小郡主丢下。白白，小东西，给白鸡讲故事，说说你的流水账。有一天，有一个白白是小团的，不对，是有一天有一个小团。小奶音委委屈屈的，流水账说着白鸡给他修窗户，给他买花花小夹子，带他玩飞来飞去的小游戏。还说团团晚上睡觉老是踢被子，不光踢自己的，还要踢张哥哥的。白白晚上不光给团团盖被子，还要给张哥哥盖被子。白白，你要是死翘翘了，张哥哥会冻死，他受不来气的，他不抗冻。白白，你可不可以不要死呀？团团舍不得你。白白，团团的故事都讲完了，但是这个不是睡前故事，你不可以悄悄的。拜拜。哎，我操！想哄不能哄什么？救命啊！我们都是大男人，又不是虐文女主啊！干什么要这么对我们？原本还在翻腾的池水突然安静下来。
白姬紧闭的双眼陡然睁开，他身上的青黑之气已经完全消失，而原本白茫茫一片的池水也片刻间重新化作清澈透明的模样。成功了，恢复内力的方子成功了。不过具体是恢复到了什么程度？就在这时，九王爷突然飞身而起。暴躁王爷向来暴躁，抬手就是一记业火掌。白姬飞快运气，手掌在手中结印，飞快地迎上一掌。恭喜白市长精进了。恭喜白市长，恭喜王爷。多谢王爷，多谢诸位。要说谢啊，白哥最应该谢咱乖乖小郡主，小嗓子都哭哑了。小郡主，属下白白，你以后不要洗澡了，团团好害怕。洗澡？好，属下以后不来山里洗澡了。一边说一边整理他额前的小碎发，可是细软的小碎发怎么摸起来不太对劲儿。低头一看，才发现小郡主的一丝软软小发丝变成了卷发。以后也不来这边山了，这里的风好烫烫的。他这么一说，白姬就明白过来了，感情他这几根小卷发是被刚才的掌风给吹卷的。好，不来这里了。哎呀，也就是额前的几根碎发变卷了而已，问题不大。等回去洗洗就又直了。王府一行人踏着夕阳余晖，慢慢踱步下山。千年雪参的事情谢了。什么？我说千年雪参的事情谢了。不谢。还真是不客气。以后遇到小矮子不能看到的画面，你直接把它塞到袖子里就成。父王就是这么干的。多谢。不谢。天黑之前，他们到了城门口。王爷，是太子回来了。看来太子殿下是十分担心王爷在京城一家独大呀。不好看呢。说得对。王爷，那人就是杀了我们千骑营3个兄弟的刺客。不错，当时是属下护送王爷进京。我当时还纳闷儿，为什么这个刺客明明武艺不错，但是却不直接冲着王爷来，反而是挑着最年轻的士兵杀。现在看到这个人走在太子的车驾旁，疑惑便迎刃而解了。想来应该是东宫给了奖励条件，按照人头算功劳的。今日的晚膳晚一点吃。话音落下，只见九王爷手里金光一闪，咻的一声，轻微的破空声之后，太子车驾旁边的一个高大男人砰直直倒地。护驾，护驾！九弟，既然来了，何不现身呢？九王爷一行人大大方方的走出来。哼，九弟这无端端的杀了本宫的人，是何意呀？太子哥问得好。昨日王府门口死了一条野狗，那野狗眉头有一颗肉痣，和太子哥这护卫长得一模一样。既然他是野狗，那怎么能干人事儿呢？这不合适，所以本王替你杀了。既然他是野狗，那怎么能干人事儿呢？这不合适，所以本王替你杀了。原来他不是人，是野狗呀！小郡主的理解能力真好，真不愧是全世界最棒的小聪明蛋。5年不见，九弟还真是如此天真。你莫不是以为骂着护卫是狗，便能随意杀本宫的人了吧？太子哥理解错了，本王并没有说此人是野狗，
本王是说，太子哥的所有护卫都是野狗。你字音落下，太子护卫快速移动，将九王爷一行人围住，刀尖相对。叶团团从包包里摸出来黄爷爷给的金牌，捏在手里，小表情十分乃凶，心想这个牌重，砸人会比较疼。不得无礼，刀剑怎能朝着九王爷？还不收起来！是殿下。本宫如此人手，围攻你这2、3属下，多少有些欺负人了。无妨，人数多，正好给他们的刀祭祭人血。哦，九弟是算准了本宫不会动手，所以就开这种玩笑是吧？啊？多年不见，白将军没了当年的威风，反倒是成了抱娃的老嫂子，真是让本宫觉得可惜呀。抱娃？那是抱的普通娃吗？那明明是抱着全世界最金贵的救命符，能起死回生的那种。嗨，太子这人懂个球。什么嫂子？白白不是男孩子吗？为什么说是嫂子？面前这个金色的斜眼叔叔不是很聪明的样子耶。太子哥舟车劳顿，本王就不打搅了。说完，也不等叶千珏回答，便翻身上马。听风十分懂事，马蹄朝着地上的尸体就是一顿踢踏踢踏。老九，你是在找死！晚膳之后，叶团团揉揉小肚肚，小表情完全没有吃饱喝足之后的满足，反倒是有一些小焦虑，因为系统又开始了任务倒计时。任务时间仅剩下24小时，超时会被判定为任务失败，请宿主及时完成任务。仔仔快做任务呀！你现在只有1天时间了。为什么刚才还是24，一下子就变成了1？我不理解。仔仔，你现在只有65积分，要是没有完成任务的话，会被扣除200积分，到时候就会变成-135积分。主系统规定，若是达到-100积分，宿主就会被系统抹杀。什么意思呀？团团听不懂。仔仔以后就见不到你爹爹了。小团团二话不说，穿上鞋子跳下床，倒腾着2只小短腿儿，直奔大哥哥的房间。大哥哥呀，大哥哥哟，救命命哎！怎么没人？是啊，带团团去找大哥哥呀！再晚，团团就要死翘翘了。歘，12闪身出现，抱起小郡主，又歘闪身消失。今日早朝，工部尹尚书挨了皇上的骂。哦，皇上也没有明说具体是不满什么，但是明里暗里都表达了对尹尚书的不满。御书房的小太监嘴里传的原因是尹尚书被大公子告了御状。明日让叶团团进宫去，跟着皇爷爷一起吃清淡点儿。尹尚书被大公子告了御状，假血参的事儿。白姬点头，九王爷一眼看穿，不应该是成儿，多半是叶团团那个小嘴儿间接告状。小郡主那么乖的一个小奶娃，怎么会随便告状？最多是说漏嘴。怎么一说到叶团团有800个心眼子的事情，白姬的智商就直线下降，真是盲目。再加上您今日告假，没参与早朝，显得像是避嫌，所以现在朝堂上都默认您和尹尚书不和，
甚至有些喜欢阴谋论的官员都已经将工部划分到了太子党的行列。明日让叶团团进宫去，跟着皇爷爷一起吃清淡点儿。不是在说朝堂上的事情吗？怎么又突然扯到了乖乖小郡主身上？让800个心眼子和8000个心眼子一起吃饭。王爷的意思是，皇上是故意为之。王爷，不好了！何事？别院那边千骑营的3个兄弟没了。领路。九王爷抬步，他要亲自去看看。而在九王爷动身之前，叶战已经先到了。他刚一进来，他便看到了3具伤员的尸体。谁干的？床角处勾着一缕金丝布，和他今日在太子身上看到的布料一致。尹足谦说要送本宫一份大礼，可送到了？院里已经备好了天罗地网，只等人上钩了。你走快点儿，太子殿下在长金园那边听曲儿听睡着了，咱们得赶紧过去伺候着。叶战一听睡着了，这不正是上天给机会吗？于是他悄无声息地跟上了2个婢女。可是在他跟到一个屋顶交界处的时候，叶战察觉到不对，四周的风向还有空气中隐隐的能量波动都不对。叶战赶忙往下一看，原本还在地上疾走的婢女也不知去向。不好，有埋伏！抓刺客！抓刺客！叶战手里黑刃吭吭吭挡下暗箭，然后一个侧身消失在原地。后门在哪儿？告诉我后门怎么走，不然在我被抓之前你会先死。胖厨娘伸出手朝着右后方指了指，叶战一剑柄将厨娘打晕。里面的刺客听着，你已经被包围了。才说了半句话，叶战抬手就是一记飞镖，正中那护卫的喉咙。怎么，难不成还让本世子束手就擒，然后连连负啊？本世子只是冲动，本世子不傻。你怎么来了？刚问出来一句，厨房的前门就被护卫踹开了。我出去拖延时间，你躲在后面柴房，我引开人你就逃走。厨房后面的水缸旁就是围墙。你不能去，祸是我闯的，与你无关。我不会武功，太子没办法说我是刺客。是谁在叫嚣？没看到是本公子吗？敢问大公子为何深夜闯入东宫后厨？问大公子为何深夜闯入东宫后厨？不是六叔差人叫本公子来试菜的吗？银将军作为六叔的心腹，竟然不知？如若不然，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又如何进来戒备森严的东宫呢？这……不如这样，银将军带本公子去见六叔便知。可银彪看了看倒在地上的200斤胖厨娘，觉得不对，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能把200斤的人打晕？叶晨冷静解释：这厨娘刚见到本公子，只喊了一句呀呀呀，便昏了过去。本公子也不知道为何。懂了，是被帅晕的。太子殿下就在寝殿，大公子请。银将军请。一个黑影在水缸上借力，嗖的一闪，飞出了墙。叶战逃了。还不快追！对不住了，大公子，您今日必须给殿下一个交。待字还没说出来，突然夜空中出现非常不合时宜的呀呀呀呀的奇怪小奶音，然后下一秒，去追叶战的那几个护卫哐哐的就砸了一半到墙上。对不住啊，这半个朋友，胖哥今日吃的有点多，用力过猛了。银彪脸上挨了一脚之后，大公子就从他眼前消失了。叶战呢？属下该死，
二世子被人救走了。谁救走的？属下不知，只听到一阵呀呀呀呀的怪叫。废物，都是废物！当初是白姬的手下败将，永远都是白姬的手下败将。为什么不带暗卫？你以为不带暗卫，你一个人硬闯就不会连累九王府了？叶战垂着头没说话。随便激怒你一下，你就要硬闯东宫？不是随便激怒，你自己好好看看，这料子上面的金丝分明是染色而成，根本不是真的金丝。你就凭这个就断定是太子杀的人？叶战垂着头不说话。大哥哥好凶凶哦，都不敢问大哥哥的心愿了呢。即便是太子动手，他也不可能亲自动手。叶战，你……张一鸣在战场上救过我2次。叶战这话一出，叶晨再也说不下去了。小家伙眨巴眨巴大眼睛，张张小嘴儿，准备问问任务的问题。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说话，二哥哥先说话了。你怎么会在东宫的厨房？我知道你会被逼到厨房。为什么？因为东宫的建筑分布很开阔，如果要设埋伏围杀的话，就只能厨房前门那条窄路，或者正殿门口的长廊。现在正值冬日，长廊那边的藤蔓都只剩下枯枝，不仅不好藏人，举着火把还容易着火，所以只能选厨房前面的窄路。东宫不仅在里面设了埋伏，还放松了进门的监管，所以叶晨才能混入厨房。是怕我进不来？是我鲁莽了，救我的事情谢老大哥。不谢，你刚才叫我什么？大哥。你们都了，那是不是就不会说话了？是不是该团团说了呀？再不说，你们就要失去本团团了呀！然后小家伙深吸一口气，可是他还是没说成，因为系统这个时候突然叮了一下。恭喜宿主完成帮助大哥哥完成心愿的任务，任务奖励积分100，当前积分余额为165。啊！刚才发生了什么？怎么任务就完成了呢？啊！刚才发生了什么？怎么任务就完成了呢？难道任务内容是不让团团说话吗？想不明白呢。仔仔，刚才叶战管叶晨叫大哥。团团知道了，大哥哥的心愿是让二哥哥叫大哥呢，是获得二弟的认可哦。大哥哥和二哥哥怎么又不说话了呢？大哥哥和二哥哥怎么一下子不叽叽喳喳了呀？好奇怪哦。仔仔，男孩子这种生物就是这样子的啦，一会儿话多，一会儿话少，俗称小男人的别扭。进宫讨妃妃，团团和爹爹一样帅哦。正想到爹爹，在巷子尽头，九王爷负手而立。大公子接手侍卫营十分顺利，他已经安排了人开始跟踪所有有动机的人，别院的伤兵身亡事件应该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伤兵的后事你亲自安排，至于查凶嘛，就交给叶晨去办吧。是。你觉得是谁干的？不会是太子，他才刚回来，不会傻到立刻动手。但是根据社的局来说，应该是和太子有关的，不然他不会有所准备。你可知今日朝堂之事？叶战摇头。今日父王没去上朝，恰好皇爷爷在朝堂之上骂了尹尚书。他有个儿子叫尹足谦，
之前派过死士劫杀父王回京，事情确认是他做的，但是父王一直不知道他做这件事的原因。大哥哥，哥哥，你们在说什么呀？听不懂耶。说尹家的人很可能正在阴恻恻地害我们。是有人要害我们吗？是吗？是。团可以把他家房子烧了吗？这恐怕不妥。可以。火折子、霹雳弹、蹦蹦球，还有火把和火头剑，我们都准备好了。小郡主需要哪一种啊？要那个圆圆的哦。只要丢进去就行，要丢在干燥的地方，那地方最好有点枯草。草纸或者其他什么干不拉几的东西。小郡主，给。接过之后，二话不说就朝着对面房顶上一丢。小郡主，给。走水了，快来2个人拎水过来。小郡主，给。走水了，走水了，走大水了，快来10个人引水过来。小郡主，给。走大水了，来人呐！所有人都来，走大水，大水了。哎，小郡主，给。小郡主，给。救命啊！小郡主，霹雳弹用完了。那好吧。快走，快走！呀！风好烫，团就要卷针了。12赶忙抱起小郡主，歘便闪了出去。小郡主，你要捂头发，你怎么捂成额头了？小仙女的事情你少管。来人！大人有何吩咐？去报护城司，就说有人蓄意纵火，让他们即刻派人来查。是。走水之前，你们可发觉了什么异常？小人察觉那棵树莫名动了一下，但是没发现有人，以为是看错了。尹居正立刻派人爬到树上去查看，果不其然，在树上发现了线索，是一个崭新的金牌。去把报护城司的人叫回来吧，不用去了。这金牌是御赐之物，既是御赐之物，报了护城司也是徒劳，倒不如明日早朝之后，本官亲自交给皇上。次日一早，叶团都还没睡醒，然后就被连娃带被子的送去了宫中。小娃仔还不起床啊？皇爷爷早呀！传人进来，给小郡主洗漱。这好可爱！救命啊！救命啊！看看，都来看看，小郡主乖乖坐着不动，只有眼珠子转转什么的，简直太可爱了，就很想捏一捏小脸。可是捏郡主的脸是以下犯上的大罪，不敢捏。哎呦，做个小宫女儿真是好难呐！皇爷爷，团信不信？信不信？这是什么奇怪的问法啊？小家伙想了想，然后开始模仿张可可，小表情严肃又认真。小郡主，你要是不洗脸的话，就会旧的，就是那种从床底下捡出来的小秃秃的感觉。当小团洗漱完之后，张可可又会说，今天也是一个崭新的小郡主呢。是崭新的小娃仔。嘿嘿嘿嘿，皇爷爷，早上吃什么呀？这话都不用叶君烟亲自回答，只听周福海拍拍手，很快太监宫女们便端着一道道美味佳肴鱼贯而入。哇，嘿嘿，这次干饭了。
朕怎么记得小娃仔的头发是直的？说着就直接上手拉了拉他的小卷毛，一拉直了，松手又卷回去了。为什么头老是痒呢？王爷爷，你是不是在玩呀？你这样子是会影响团团干饭哦，团团要生气了。朕堂堂一国之君，怎么可能在玩小孙女的卷毛？根本不可能。今日御膳房做了一款香酥麻花，是交叉卷状的，吃起来很是香脆。是什么呀？团团可以尝一口吗？可以吗？当然可以。谢谢黄爷爷。很快，刚出锅的香酥麻花就被端了上来。这道零嘴儿是新来的御厨做的，这是江南一带的名小吃。做这个的御厨在进宫之前是江南第一楼的主厨。怎么又是江南？江南怎么这么多好吃的？不行，本团团一定要去江南玩，吃一碗吃呢。好吃耶！皇上，工部尹大人求见。尹居正，他来干什么？不是已经下朝了吗？想来应该是昨夜尹家着火的事情。连官服都能烧掉一截，朕没问他的罪就不错了，还敢来见朕？尹大人的官服是从一品的大元服，烧坏了也只有宫里丝制坊能修补了。尹大人定是要来请示您的。传吧，就在这里吃，皇爷爷去外间一下。微臣给皇上问安。尹爱卿，快快请起。尹爱卿这衣服是怎么了？谢皇上垂问。昨夜微臣的陋室被人放了一把火，烧了一大半。哦，爱卿没事吧？谢陛下关心，微臣侥幸逃了出来，只是没能护住这官袍，还请皇上责罚。爱卿人没事就好，官袍破损，让司制坊修补便是了。你亲自去护城司问问，昨夜纵火之人可抓到了？敢伤朕的肱骨之臣，朕定要重重责罚。周福海正要应声，尹居正赶忙说：微臣并未上报护城司，因为微臣找到了纵火之人留下的东西。他说着就从衣袖里拿出来一块崭新的金牌。这不是皇上专门给小郡主做的金牌吗？呈上来。周福海拿了金牌，双手递上来。尹爱卿先去司制坊吧，官服破烂，有伤官仪。是，微臣告退。人一走，叶君渊就拿着金牌去了内室。小娃仔，你昨晚上干什么去了？晚上嘛，团团带睡觉觉哦。小娃仔，你昨晚上干什么去了？晚上嘛，团团带睡觉觉哦。那在睡觉之前干了什么呀？睡觉之前，团团玩了一下霹雳小球球。霹雳小球球，那是什么？就是一种需要丢出去，然后咚、嘣、走水了的东西。
这还说得挺形象，朕仿佛都能看到昨晚上你去烧人房子的画面了。难怪老九要主动把娃送进来，感情是让朕收拾烂摊子。哼，这个不孝子。那个什么小球球好玩吗？好玩是好玩，但是团团的小头发会被烫卷卷。所以说，你这几撮小卷毛是去烧人家尹尚书房子时候给烫卷的。朕看看，没烧到你自己吧？没有哦，聪明团团有伸手护住头发哦。以后那个什么小球球不要玩了，危险啊！团团听皇爷爷的，没关系哦。12还有其他小伙计哦。叶君渊见他这么乖，就干脆将那枚金牌拿出来。这不是团团的牌牌吗？皇爷爷，你怎么还有一个呀？所以咱们小娃仔是到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丢了金牌是吧？啊，真是好单纯呐！去把司制坊的匠人叫过来，给小郡主的衣服里面多缝一个小口袋。去把司制坊的匠人叫过来，给小郡主的衣服里面多缝一个小口袋，专门用来装金牌，就不信下次还能弄丢。以后穿别的衣服也要进宫来多缝一个口袋，知道了吗？这金牌啊，要天天带在身上。皇上，您就是想天天都看到小郡主吧？朕给的金牌叫做宫行令，不仅仅是进宫用的，实际上它代表了你能去大楚的任何地方。所以干坏事不用害怕被抓住，就算是被抓住了，就直接拿出来给人看就行，不用偷偷跑，更不要在匆忙之间把自己小头发给烧卷了。明白了吗？皇爷爷，团团可以带一些小麻花回去吃吗？哈哈，当然可以。叶君渊说完都不用吩咐，周总管就叫了小太监拿盒子进来，然后他亲自给小郡主装上，不仅把御膳房刚做好的一盒香酥麻花装上了，还把桌子上的半盒也装了，甚至连皇上面前的那一小碟儿都没放过。叶君渊正无语间，小太监进来汇报说，司制坊那边回话说，尹大人的官袍烧毁面积较大，就算是没日没夜的赶工，也需要3日时间，最早能在除夕晚上将官袍修复好。等到修好了，再安排人给尹大人送去。微臣多谢皇上。感情尹大人都还没出宫。尹爱卿，进来吧。尹居正快步走进来。尹爱卿啊，意外烧你宅子之人，朕已经替你找到了。皇上明察秋毫。昨夜微臣虽被大火烧房，但是那意外纵火之人并未从微臣的寝房开始放火，而是从院中引火。此番行为顾及了微臣性命，想来那人并非是个大恶之徒。那是自然。朕的小娃仔怎么可能恶？尹居正听到了皇上坚定的口气，心里越发凉凉。不过他大概猜到了那纵火之人是谁。微臣去司制坊的路上反思了一下家里的庭院设计，这庭院里多为根雕，如今正值新春，根雕的确显得有些单调乏味，不符合新春之气。
所以才放了点烟花增加喜气。谁料烟花放过了量。哦，原来是意外导致。待房屋修补好，微臣定多放些绿植和红花。尹爱卿的庭院过于单调乏味，需要改造。朕记得御书房后面有一座金风松。回皇上的话，的确有一盆金风松，最近长势很好。皇上前日里还夸了它有风骨有气节呢。那正好，就赏给尹爱卿吧。微臣惶恐，竟得皇上赏松。日后微臣每见松，必反身自问：今日为大楚劳力乎？哈哈，好，得此臣子，朕心甚慰。一片君明臣贤的模样，尹居正这才千恩万谢地退下了。爷爷说的话，团团都听见了哦。然后呢？皇爷爷好厉害呀，从头到尾都没有说出团团的名字哦。这就叫君威。朕只需要一个眼神，一个词语，便能听到想听的话。什么叫做君威呀？团团可以拥有吗？小郡主又开始说大逆不道的话了。可以，必须可以。咱仔仔以后可不就是满身君威的小女帝吗？啊！你有皇爷爷，皇爷爷有君威，过渡一下嘛，就是你有君威。团团有皇爷爷，皇爷爷有江南玉图，过渡一下就是团团有江南玉图，对吧？哈哈，你这回进宫又看上朕的厨子了是吧？早膳之后，叶君渊要去御书房看奏折，当然也把叶团团给牵了过去。皇爷爷，我们为什么要坐轿轿呀？不可以走路吗？从甘露殿到御书房比较远，走路需要2刻钟。如果是小娃仔的话，需要走3刻钟。呀，这是什么意思呀？皇爷爷，你是不是在说团团腿腿短短呀？你问这么直接，朕都不好承认了。皇爷爷，团团虽然是个小短腿，可是团团会旋风小跑哦。什么是旋风小跑啊？就是叶团团开始双手挥挥，就是咻的一下，团团就可以跑得出一大步哦，就是非常棒，就安慰叔叔哥哥都要夸2天2夜的那种哦。要修那么多次才能跑出去一大步吗？这脑子里有画面了。那皇爷爷改一下，要是小娃仔从甘露殿走到御书房，需要4刻钟，也就是半个时辰。不对呀，刚才还是3刻钟，怎么又增加了呢？皇爷爷是不是看不起团团的旋风小跑？好气哦！皇爷爷！好，小娃仔的旋风小跑十分厉害，只需要1刻钟就能跑到御书房。是吗？君无戏言。
很快，龙辇到了御书房。什么是上书房啊？和上房顶一样吗？皇上，小郡主。你是白胡子老爷爷？老臣当不得爷爷二字，小郡主若是不弃，叫老臣白胡子就行。好的，龙七叔。这小萝卜头简直语出惊人呐！能让张老头露出这种表情的人，除了朕，就是朕的小娃仔喽。你们见过？老臣在文渊阁同小郡主有过一面之缘，是去找大公子。等过了大年初七，上书房恢复讲学了，朕就送你去上书房念书，想不想去呀？皇爷爷，什么是上书房啊？和上房顶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那团团原本就会哦。团团不仅会账房，还会编瓦呢。就很棒棒。上书房是二品及二品以上的适龄官宦子弟和皇家子弟一起求学的地方。皇爷爷，团团可不可以不上学了？上书房有很多小伙伴，小郡主可以进去和他们一起徜徉在高山流水之中。不去了。太子是谁呀？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团团好像在哪里听过哦。上书房有很多小伙伴，小郡主可以进去和他们一起徜徉在高山流水之中。不去了。小伙伴们分为很多门派，就比如文官门、武将门、军机处门，还有后宫门和即将出现的魔头门。门派虽多，但是无人统领。本团团要统一征服。皇爷爷，团团愿意去书房哦。好，那初8就去。通知礼部，年后小郡主的文化功课让周青来教。是，皇上。老夫还是低估了这小萝卜头的受宠程度啊！皇上，太子殿下来了，这会儿正在门口候着呢。宣。闻言，张回躬身退到后堂。皇上的家务事，如果传召，他不宜听。太子是谁呀？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团团好像在哪里听过哦。原来是斜眼叔叔呀，是斜眼怪哦。老九还真是处心积虑，为了讨父皇欢心，还专门生了个小女娃。老九表面上傲然铁骨，实际上还不就是个谄媚小人。小娃仔，过来。皇爷爷，这团团干什么呀？这是你九弟的女儿，叫叶团团。小娃仔，这是太子，你要叫六叔。牛叔。怎么还有人叫牛叔呢？牛不是杀了做奸招变态腊牛肉干的吗？
好奇怪哦，还有人想被撒娇的吗？叶团团，本宫是六叔，1 2 3 4 5 6 7的6，这下应该明白了吧？不对哦，是1 2 3 4 9 9 7哦，没有6哦。叶团团，你都这么大了，你父王都没教你数数吗？还是说你没学会？牛夫，你都这么老了，你父皇没教你懂礼貌吗？还是说你就要给他丢人呀？你我行了，太子，你的事情做好了吗？父皇，宫宴之事，儿臣已经安排好了，也和礼部核对了节目单。叶君渊伸出手来，叶千珏双手递上去，可是下一秒，那本节目册突然从叶君渊手上滑了下来，摔在地上。连个册子都拿不好，还嘲笑3岁孩童不会数数。父皇息怒，儿臣只是关心叶团团的教育，并无他意。退下吧。是，儿臣告退。阿仔，过来。王爷爷。哎呀，不高兴啦。王爷爷，团团真的数得不对吗？对了一大半儿。王爷爷，你教团团数数好不好嘛？为什么突然要学数数啊？因为团团不想给爹爹丢人。小阿仔，若是不会数数，会给皇爷爷丢脸。话还没说完，低头一看，叶团团呼啊呼啊呼啊，刚才还信誓旦旦、温情满满，这会儿就睡着了是吧？皇上，钦天监预测，今晚便是京城的第1场雪。叶君渊点点头，然后揉揉太阳穴。皇上，您眯一会儿吧。小郡主睡得这么香，真是很难让人不困呐。1 2 3 4。朕下午的事情全部挪到明天。今日下午，朕要亲自教小阿仔数数。叶团团午膳是在皇宫吃的老年人餐食。王爷爷，团团想吃那个哦。可以，但是吃了之后就要和皇爷爷学习数数。午膳之后，叶君渊就牵着小娃仔坐上龙辇，说着没有营养的话，去了御书房。朕现在要教数数了。团团准备好了。叶君渊将狼毫拿起来，然后抬手在宣纸上写下一个1字。这个念1。皇爷爷，团团知道1哦。小阿仔是个聪明的小孩。皇爷爷毫不吝啬夸奖，然后开始在宣纸上写下2、3、4。小家伙学得非常快，直到他皇爷爷写了5，事情就开始朝着不太对劲儿的方向发展了。9。不对，这个字念5。是9呢。是5。叶君渊满意点头，继续在宣纸上写下6。牛。今日午膳放在朕面前的那碟菜叫什么呀？是醋溜鱼丸哦。醋什么？
读重一点。六。那以后见到你六叔，你要怎么叫？牛夫。朕为什么有一种功亏一篑的感觉？亲孙女儿，亲孙女儿，朕什么阵仗没见过？难不成还真教不会小娃仔数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里是几个点心呢？叶团团伸出小手手，叶君渊以为他是要数一下，于是还将袖子拿开，给他空出位置来。然后下一秒，叶团团嗷呜一口就往嘴里塞了一个小点心。王爷爷，现在只有一个喽。朕这是在出题，你怎么还修改题目了？不过小娃仔说的也没错。于是楚皇开始增加难度，又拿出了2个点心来。现在碟子里的这些点心要分给朕和小娃仔，而且还要分得很公平。你要怎么分呢？你不准吃。黄爷爷一个，团团一个，黄爷不对，再给黄爷爷的话，团团就没有了呀。黄爷爷一个老人家，吃太多也不好消化哦。就在小家伙十分难以抉择的时候，小四从凳子上跳上来，然后伸出一根雪白的爪爪，直接摁在了一个小点心上。黄爷爷，团团分好了，只有2个哦，团团一个，黄爷爷一个哦。哼，不改题目，改作弊了是吧？叶君渊不屈不挠，又拿出来2个点心。现在呢，要怎么分？黄爷爷2个，团团2个，分好啦。就这样，叶君渊用22334455这样的例子，终于讲到了5。该到6的时候，叶君渊把心一横，做好了被牛叔气死的准备。可是人家小团团这回说对了，黄爷爷6个，团团6个哦。那你以后见到太子，你算了，没事。说到一半，叶君渊又放弃了。朕还想多活2年，所以就开始教7、8、9。教到7、8的时候都非常顺利，教到9的时候更加顺利。9，团团认识我。9，团团认识我。爹爹是9王爷呢。这老九到底哪里好，能让小娃仔这般盲目崇拜？不就是个9字，都要秀一把对他爹的喜爱。9既然认识，那就不教了。为什么呀？团团也认识1、2、3、4呀，可黄爷爷也教了呀。这不该聪明的时候，怎么这么聪明呢？因为我们要先学7。7，团团也认识哦。是团7的7哦。感动。知道黄爷爷排行第几吗？不知道耶。黄爷爷在登基为帝之前排行第8。黄爷爷，团团记下了。叶君渊满意点头，然后随手在纸上写下6，问他那是几。爸。唉，朕都不记得是多少年了，
没能像今天这样一天之内连续遭受2次挫败了。皇上，要不您还是休息一下吧，睡个午觉再教的话，可能会好一点。也好，黄爷爷要睡一会儿。小娃仔想不想去御花园玩啊？黄爷爷，快睡吧。朕懂了，小娃仔是要给朕当枕头。黄爷爷，快睡吧。朕懂了，小娃仔是要给朕当枕头。你父王平日里就这么枕着你？老九这个逆子，他到底会不会给人当父啊？竟敢枕着朕的乖乖小娃仔睡觉，这要是朕坏了怎么办？气死朕了！爹爹不是拿团团当枕头哦。哼，朕不信。较早之前，团团和爹爹都是睡枕头的哦，只是睡醒之后，爹爹的脑袋就在团团背上呢。3个月前的九王爷，要是本王说他像个猪儿虫一样的一拱一拱，自己拱到本王头下面的，有人信吗？所以你父王还趁你睡着的时候把你拿过去当枕头用，朕怎么就生了这么个卑鄙无耻之子？去九王府传旨，就说今日天气不好，九王爷叶谨寒罚俸3年。用朕的小娃仔当枕头，真是胆大包天。这和黄爷爷一起睡午觉。爹爹被罚了银子，那就是九王府被罚了银子，九王府被罚了银子，那就是团团被罚了银子呀。那可不行。黄爷爷呀！怎么了，小娃仔？黄爷爷罚了爹爹的银子呀。对。那罚了爹爹的银子要给谁呀？爹说黄爷爷是全天下最有钱的人耶，不可能还看得上爹爹那点银子吧？不可能吧？那小娃仔觉得朕应该把银子给谁呀？黄爷爷呀。黄爷爷呀。怎么了？黄爷爷看团团怎么样呀？什么怎么样啊？黄爷爷，你把爹爹的银子给团团好不好呀？好。要不要先存在朕这里呀？不用哦，团团自己有小金库哦。要是小娃仔能从1数到10，朕就多出1份银子充入你的小金库，怎么样？真的吗？真的吗？君无戏言。好耶！那10是什么呀？10是在9之后，比9大1。1、2、3、4、5、6、7、8、9、10。这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突然就学会了数数？黄爷爷，你出的那份钱，团团今天就可以带回家吗？朕懂了，是银子的力量。好个小财迷呀！叶团团趁着他黄爷爷睡着了，像个小贼一样的慢慢从床上溜下来。本官团团的钱和团团的江南玉厨准备好了吗？团团要带回家哦。周福海笑盈盈的点点头，然后招招手。
立刻就有迎送太监上前来。哇，快给关上，快给关上呢！团团要带回去哦。2刻钟之后，九王府的小郡主浩浩荡荡地出宫了。咱们小郡主好像打劫了2辆马车和一个男人。什么男人？什么狗男人？你说清楚啊！什么体型？风250那种体型。是个厨子。你说谁的体型是厨子？你说谁是厨子？你全家都厨子？哎，没说你是厨子，我是说小郡主带回来的男人肯定是个厨子，他就喜欢厨子。我是厨子。呸！叶团团刚出宫，宫里的消息就传出去了，说今日太子进宫之后，九王爷便被罚了3年俸禄。父亲，我没说错吧？皇上就是更加看重太子，今日定是太子进宫去替您要了公道，所以九王爷才被罚了俸禄。今年连皇家祭祀都是太子去的。那又如何？爹，你想想，皇家祭祀代表了什么？那代表的是天子祭天，这意思就已经很明显了呀。尹居正冷笑，甚至不想说话。他觉得和这样的纯子交流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尹居正起身，打算直接去睡了。爹，儿子这是在给你铺路。我在宫里安插的人汇报给我说，今日宫里又出了2名御医，一名是去户部尚书家里，还有一名是去了左相府。什么？爹，左相快不行了。爹，左相快不行了。皇上甚至安排了人准备后事，只等左相咽气。之前只听闻左相身子欠安，还以为只是年事已高，这突然就严重到了需要御医出宫的地步了。想来应当是宫里那位九夫人没了的缘故。大公子都已经办了后事了，虽然事情做得低调，但是左相毕竟是九夫人的亲生父亲，虽然没怎么联系，但肯定是关注着的。心情悲痛，再加上原本就是高龄病体，眨眼间病入膏肓，也在情理之中。啊，原来如此。官居正一品又如何？最为看重的嫡女没了，到最后也是一场空。虽然左相撑不住了，那左相之位就会让出来。按照大楚往年的惯例，应该是6部的尚书往前一步，填上左相之位。老爷，谦儿说的有理。你到现在还无知的以为谁做左相是太子说了算？不，孩儿自然知道3品以下的官员是吏部上报给皇上做决定，3品以上的官则是由军机处整理名单上报给皇上做决定。算你还不傻，不管是哪种情况，太子都说不上话。可是爹，你是不是忘了军机处的2位首辅大臣，一位是张回，一位是荣盛。荣盛可是太子的亲舅舅，说白了，能左右1品大员升迁的就是张回和荣盛2人。张回此人虽为皇上最亲近之人，但这糟老头子惯于明哲保身，并且和朝廷的官员都走得远，可能不会提出任何意见。反倒是荣盛此人，身为太子亲舅舅，多少都会为太子打算。只要太子和荣老通气，为父亲多说2句，那么左相之位，父亲岂不是探囊取物？军机处的首辅大臣荣盛是荣贵妃的亲哥哥，也就是太子的亲舅舅，而军机处又能决定左相之位。老爷，谦儿说的有理。你们以为朝堂之事和偏远县城选举理政一样，随便站个队就能得到甜头？父亲，孩儿并不是要您真正的站队，而是先骗取太子的信任，等到您拜相之后，到时候不管是皇子、太子、王爷都会主动拉您，您到时候重新站队也来得及。只怕你都活不到那个时候，一旦做出选择，就要承担风险。父亲，孩儿这是为你好，你若是想再进一步，这就是……啪！
尹居正忍无可忍地甩了儿子一耳光，还气得咳嗽起来。难道是父亲年纪大了，不敢争了吗？尹居正抬手又要打，这时候杜丽花赶紧走上前，将尹足谦护在身后。你干什么？谦儿还不是为了你好？你好好问问他，他是为了本官，还是为了他自己？娘，爹怎么这么说我？我难道不是为了咱们家更进一步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娘，你爹年纪大了，脑子糊涂了，以为谁都要害他。哎呀，这还怎么教教呀？小郡主早呀！张可可早呀！可可，团团今天可以穿黄爷爷给的黄裙裙吗？明日就是除夕啦，小郡主最好是明日再穿，不然弄脏了的话，过年那天就穿不成啦。哦，小郡主快起来，快起来！昨日下雪了，院子里都是雪，快出来看啊！下雪了，是团团想的那种雪吗？呀！两个小娃站在门口，看着院子里的一片白茫茫。哇！咦，冰冰凉凉耶！饿了呢。我也是。小郡主，干饭了。今天是那个江南厨子做的早饭，那些个糕点小吃，光是看看都知道好吃。是吗？有多好吃呀？早上那些点心刚出锅的时候，香味飘出去老远。小峰那会儿正在树上睡觉，闻到味道直接从树上摘了下来。哇，这么香的吗？那团团要快点去吃哦。说着就开始旋风小跑，12走路跟上。哇，这是真的可以吃的吗？小郡主，快尝尝这个也好吃，属下尝过了，简直好吃到飞起来呀！连小风都能飞起来的那种好吃吗？那就是超级好吃呀！小郡主，快掰开！小家伙听话的小手一掰，然后中间拉丝的被烤得香气四溢的牛肉丝儿就这么暴露出来。哇！好吃耶！哇！好吃耶！这厨子才来王府第1天，就这么卖力，是不是在不知死活的争宠？他刚来的时候还愁眉不展的，毕竟身份从御厨变成了王府厨子，多少有点失落。可昨夜里白市长和他说了月俸待遇之后，他整个人都阳光了起来。咋的了？咱王府给的主厨月俸银子是他在宫里当点心师傅的3倍，能不阳光卖力吗？一大早的就给咱小郡主整了一桌。12点点头，原来如此。小峰捏住拇指和中指，咚，给地上小神兽弹了个脑杯儿。正在喝羊奶的小四眼神略微凶狠，嗷嗷呜。那个……小四将最后一口羊奶吃完，然后扬起小兽头，看向某位手剑的暗卫。那个小四爷，就是说，秀他！小四根本不给250封说完的机会，直接一个起跃就咬住了他的窄袖。咬坏了！咱王府你别也没个女婢，这针线活什么的根本没人会做，要是咬坏了，胖哥就只能穿得破破烂烂了。嗷嗷呜！小四根本不听。小神兽虽然很凶，但是小峰毕竟是个胖肩巨滑的暗卫，所以说还是有办法的。只见他空出一只手来，然后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根牛肉干。
小四爷，快看！小神兽的眼睛顿时一亮，嗷嗷呜，松开小风就去叼那根牛肉干。可是小四才刚一松开口，小风带着牛肉干转身就跑，那速度简直快到眨眼眉的境界。不过小风快，小神兽也不慢。小四爷，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小四根本不听，还嗷嗷呜的表示今天一定要咬烂250封的袖子。袖子，我还没娶媳妇儿，没人给我补衣裳啊！小四爷，一人一兽就这么在雪地里滚。叶团团吃完早饭，刚一出来就看到了这么一幕。这是什么新的小游戏吗？哈哈，团团也要玩。然后啪叽一下就直接栽到小风身上。为什么要在本王桌上放雪球啊？搞得一桌子的水。小雪球是团团想拿给爹爹玩的呢，爹爹在屋子里没有雪，好可怜哦。书房里，九王爷正在看边境送来的文书，一旁的白姬有些忧心忡忡。南蛮那边又有了异动，幸好明寨主发现及时，这才提前做了部署，避免了一场边境摩擦。往年这个时候，青鸾城是最安全的，所以应该是有人安排。白姬和九王爷正说着严肃的话题，然后书房的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随即一个小团团就倒腾着小短腿进来了，满脸写着团团碎碎。九王爷不用看，光听这声都知道是叶团团这小玩意儿进来了。他正要问什么事儿，然后一低头就看到自己桌子上多了一枚小雪球。叶团团也知道爹爹在聊大人的事情，所以也不打扰，放下小雪球之后又倒腾着小短腿出去了。只有边境再次乱起来，王爷才会立刻回去青鸾城。这招意图明显，只要九王爷一走，那么夺嫡之争便容易多了。所以能安排这件事情的只能是几位皇子了。不过具体是哪一位呢？正说到重点，然后门吱呀一声又开了，某个小短腿再次倒腾进来。叶团团踮着脚脚，举高手手，然后又放了一颗小雪球到他爹的桌子上。放完之后，人家小团团又萌话不说，拍拍小手再次出去了。九王爷看了看桌上的雪球子，再看看一旁的一颗已经化了一半的冰水混合物，正要说点什么，然后门吱呀的一声又开了。怎么说呢，就是第3颗小雪球和第2颗小雪球之间间隔的时间比较短，这才刚出去没多久就又回来了。所以当一只小手手又要往桌子上放小雪球的时候，干什么？爹爹，手手冷。冷你还要捏这么远？他虽然心里在吐槽，但是手上还是松开了他。叶团团赶紧摊开小手手，然后一颗小雪球就咕噜噜地滚到了他爹的桌面上，那滚动的路线还十分严谨地压过了文书中字最多的位置。九王爷看着被水泡得模糊不清的文书，觉得后牙槽有点痒。哇，刚才咻的一下怎么就出来了呢？是被爹爹丢出来了吗？干什么要在本王桌上放雪球啊？搞得一桌子的水。小雪球是团团想拿给爹爹玩的呢，爹爹在屋子里没有雪，好可怜哦。文书虽然重要，但是本王也是看过了一遍了，现在看不清就看不清，也没什么。就在九王爷心宽，打算把小东西放下去的时候，某个懂事的小东西觉得手上湿哒哒的不舒服，于是抱起他爹的袖子就开始擦手。叶团团，爹爹，不准在本王身上擦手。那就下次改吧，毕竟这次已经擦干净了哦。刚抢救完文书的白姬走到书房窗前，就觉得气流不对，然后赶紧收起文书，伸出手。哇，刚才咻的一下怎么就出来了呢？
是被爹爹揪出来了吗？嘿嘿，还没死，还要再玩一次。外面路面上也没有这么厚的雪呀，难道说这雪就可着九王府这块地下？大公子抬脚。说着就给他的鞋面扫扫雪，一边扫还一边给大公子吐槽。昨夜的雪下的根本不大，哪能积出这么厚来？那是怎么回事？还不是安卫司那帮土匪，一天天的就想着哄小郡主开心。昨晚上刚开始下雪，他们一个个的就窜上墙头，开始布那个什么捕风阵。他们倒是哄得小郡主开心了，可等到中午这些雪化了，到时候地上肯定脏得很，又只能我们打扫，每回都给他们安卫司收拾烂摊子。等过了年就找工匠来把王府的排水系统重新做一下。还没死，还要再玩一次。他们倒是哄得小郡主开心了，可等到中午这些雪化了，到时候地上肯定脏得很，又只能我们打扫，每回都给他们安卫司收拾烂摊子。等过了年就找工匠来把王府的排水系统重新做一下。不是啊，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大公子。排水不排水的不重要，我们主要是想看安卫司那帮狗崽子干活。唉，看来大公子来王府不久，还不知道咱们侍卫营和安卫司的爱恨情仇啊。叶晨拍拍下属的肩膀，表示他心中记下了，然后疾步朝着书房去。待他走到书房门口，就看到一只正在手手脚脚都在乱挥挥，正试图往窗户里钻的妹妹和小神兽。哈哈，大哥哥，哇，谢谢大哥哥。好香香，小四也要闻一下。父王，别院伤兵遇刺之事查清楚了。哦，说说看。是工部尚书之子尹足谦做的，他手下养着几个死士，而且还派了人提前到别院去打听。外公可能不行了。尹足谦如此讨好六叔，应该是看中了左相之位，想借太子之手推他爹拜相。尹居正可有参与啊？孩儿尚且不知，不过孩儿已经派人杀了一名工部的死士，相信尹尚书很快就要不得而知了。办得好，不管尹居正知或是不知，既然杀了本王的人，那就要付出代价。最近工部可和其他人有过密切联系啊？有，尹尚书没什么异常，没上朝之后也只是和几个同僚听曲儿喝茶。尹足谦去东宫比较频繁，而接触人最多的是工部的尚书夫人杜丽花。爹爹，团团吃了小麻花之后，肚肚会不会也卷起来呀？这么圆，怎么卷呢？就这样卷呀。说着就伸出小手手，自己扒了一下自己头上的小卷毛。也不知道是本王的业火长太烫，还是他的头发太过细了，怎么从旁一掌就能卷这么凶？就在九王爷纳闷的时候，小四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将他碗里的一截麻花顶在了他头上。这神兽是不是有什么大病？麻花是用来吃的，他顶在头上干什么？小四看到人类都是十分茫然的眼神，嗷嗷呜，在凳子上跺脚脚，就很着急呢。神兽的小脚脚一跺吧，屁股会跟着扭。作为一个男神兽，怎么如此不知羞耻？嗨，又是王爷嫌弃亲儿子的一天啊。哎，不知羞耻什么的，还不是遗传导致的。你敢说王爷不知羞耻？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不知羞耻的是明寨主。你们不正常，你们好脏，我吐了。爹爹，
小刺说他也想来一掌哦。不说话，直接鼓掌就是了。咱小郡主可太聪明了，一下子就看懂了小刺想要同款小卷毛的心思。这不愧是全世界最聪明的小乖乖。最终九王爷还是没能给小四一掌，想要卷发的话就只能去外面的育发铺子了。小郡主，陈气也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对了，还有陈胖七来的。于是九王府的小郡主带着他的跟班小狗腿詹可可就出发了，出发去兵部。没人吗？不可能呀，出门的时候白白说兵部会有人值守的呀。小家伙想了想，应该是自己敲门的声音太小了吧，于是干脆下来捡起地上的石头，咚咚咚地砸了一下门。可是还是没人来开门。哇！小家伙吐出一口气，然后拿出最终杀招，爆出小四来。所以就在兵部的人匆忙从内堂出来，打算开个门的时候，就听轰吱吱哐呀呀呀砰的奇怪声，然后门板就砰的在他脚尖位置轰然砸下。这里，请往下看哦。小姑娘，你刚刚看到了一个壮汉了吗？就是那种一看就是力气很大的人。什么是壮汉呀？你就是看起来比较胖，足有200-300斤，一拳就能把门打烂的人。没有哦，小风出烟雾去了，没有跟着团团一起来哦。小姑娘，你来兵部干什么？团团是来找陈七的哦。原来是找我们小公子的。我这就去通报啊。说着就疾步往里走。可是他才刚刚起身，听到动静的陈气刚好走出来。小团团，你怎么来了？啊，我爹都还没抢你，你怎么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不是，这还真送上门呐。陈气是个上道的，小四那个雪白的小爪爪的威力，他是早就见过了。好家伙，今天不拍我凳子，改拍我家门板了是吧？死了都还要辨识，就知道你是个心狠手辣的心机兽。叶团团找到了陈气，就等于是找到了京城通，再等于是找到了能卷头发的木发铺子。哦呦呦，小魔头勇士相求，这感觉让本兵部小白龙多品味一会儿啊。